昭庆寺方丈走了之后，他就吵着立刻要上杭州，一则可以顺便还乡扫墓，二则可以踏青访旧，对旅途费用他从没有想到过。后来张师寻出一只考篮，就是读书人应考用的书篮，其中放了2本书和一个水烟筒，一包皮丝烟，天天吵着要启程，而且命我与次公同行。师母迫不得已筹了20元陪同前去，我与次公各带4元，急行就到。当时火车的3等座价不过1元8毫半，就此4人浩浩荡荡直到昭庆寺。昭庆寺的知客僧本是极势利的，但是因为张师是知名之士，所以他立即安排了2个房间供我等居住。次晨杭州各报大肆登载，轰动整个杭州，来访的新知旧语络绎不绝，人人带了纸张来求字或是求文。知客僧生财有道，竟然拿出1本原部，叫求字求文的人随意勒注，收入大为可观。于是对张师大加敬重，每日供奉的书食异常丰富。有若干人又写了请帖邀他赴宴，他难得应允1、2人，但他对食物平日因为牙齿残缺不全，只吃花生酱、乳腐之类，所以对宴席上的菜肴吃不惯，往往不经咀嚼囫囵吞下去，因此常常不舒服。后来就谢绝酬宴，来访者只得带了许多土产相赠，于是床边床下都堆满食物，张师怡然大乐。一天他主动的要到楼外楼去小酌，楼外楼主人一见张师，殷勤招待，我们一共4人，张师只点了3味菜，一味是宋嫂鱼及西湖醋鱼，一味是东坡肉，还有一味是随园方府及蜜饯火腿。这些名目都是张师根据书上来的。主人见了菜单哑然失笑，说这些菜是不够吃的。后来上菜，除了张师的点菜之外，竟然多了不少味。吃罢之后，张师见到邻桌已铺好纸墨笔砚，张师即一跃起坐，就问主人要写什么。主人回答说随便什么都可以。张师竟然写了一首张苍水绝命诗，长得不得了。正在写字时，蒋主席携夫人由周向贤陪同登楼，翩然入座。当时座中并无他客，蒋主席很安详地点了3味菜，对着西湖纵览水光山色，双方都不打招呼。主席和夫人等吃得很快。临行时，周向贤低声对蒋主席说，那写字的就是章太炎。蒋主席立刻过来招呼说，太炎先生你好吗？张师回答说，很好很好。蒋主席又问他近况如何，他答说，靠一支笔片饭吃。主席说，我等你一下，送你回府，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向贤。张师品说，用不到用不到，并且坚持不肯坐车。蒋主席没有办法，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给他作为纪念。张师对这根手杖倒很中意，称谢握手而别。次日，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，说张师仗国仗朝，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。张师在楼外楼所写的张苍水绝命诗，主人初见之下，心中认为大大不及。写完之后，他拿去给诗家展阅，有人指出张苍水绝命诗字数极多，张先生仅写了其首一段，要他再备许多纸张，邀请张氏每天来写，写成一个长卷，价值甚高。次日，楼外楼主人又拿了请帖来，邀请张师前往进膳，说是到了许多新鲜湖虾，希望他每天去吃饭。张师欣然接受。约10天，他把绝命诗全部写完，
并且在卷尾加了一节长长的跋语。这件墨宝，传说楼外楼主人以墨银200元售出，后来又几经易主，15年后被陈群以黄金20两的代价购得。当张师到杭州的第2日，陈启忽然要穿马褂，并命我与次公同样要穿马褂，但是我们两人当时还在少年时代，穿的只是竹布长衫，向来不备马褂。张师无奈，便叫我们两人带了香烛一副及水果数件，慢慢由昭庆寺沿河滨到楼外楼旁边的曲楼。原来他去凭吊他的老师于越，字屈原，故居。到了曲楼门前，就让我们叫门，应门的是一位老妪，张师就高士阔步而入。那老妪询问来访何人，张师说来拜祭老师。双方因言语隔阂，那老妪方在扫地，竟举起扫帚做逐客状。张师与我们2人只得退出。张师说，老妪不解释，孤坐在门外，等有人出入时，再说明缘由进入。于是他就在门外土墩上大谈其幼年时，就在此就读。当时门前无马路，这条路是后来填出来的。又指着湖边的苏堤白堤，说当时都是一些泥土的小路，6条桥也是后来造的。他说为了拜谒老师，应该立雪，多等几个时辰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们无论如何要进去拜祭一下。大约等了2个时辰之后，曲楼门开，有一个中年人走出，张师就诚诚恳恳地向他说明来意。那人自称姓陆，并说屈原以数度易主，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于的。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，杭州话游览之意。主人即陪我等入内，庭园中有枇杷树2棵，张师只说这仍是旧时之物。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，写着春在堂3字，说这也是屈原老人的遗墨。就命我等点起香烛行3跪9叩手礼。陆姓在旁看得呆了。张师又说出左边厢房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，要求拿出纸笔要留几个字，但是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。张师即在墙上题了2首诗，黯然而别。